我穿越了，而且穿越到了一个没有心脏的人身上。为什么没心的人还能活下来？接着打。麻袋那边停了，还要打谁？打架这种事情必须得有件趁手的家伙才行，不然要吃大亏的。我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再丰富不过，否则也没法在那肮脏的街巷里摸爬滚打活到今天。原来是他妈的打我！周遭环境陌生到极点，简陋的土墙小院与我熟悉的肮脏街巷和高楼大厦截然不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前方的3条壮汉，这与我平齐的地面上躺着个染血的麻布口袋，从轮廓来看，里面像是装了一头类似猿猴的活物，还在细微蠕动。原著的3岁记忆聚拢过来了。此地是一个戏班子的落脚处，这群人以坑蒙拐骗为生，前身是被他们从郊外捡回来的。由于身形修长，皮肤白净，便专门负责扮演仙神，红点赏钱。不久前戏班子盯上了这老妪，打听清楚这人家里有个患病孙儿，只能以汤药吊命后，不由生出了歹心，先劝对方停了汤药，又捏造了几件仙技，最后将老妪带到了扮成仙神的前身面前，轻轻松松骗走了全部家财。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谁成想前身不忍害那孩子性命，他竟然偷摸溜了出去，想劝那老妪别断了孩子的药汤，甚至愿意陪着对方去报官。这摊上这么个蠢东西，那是真没招了。老太婆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明明骗去了她的钱财，刚才却又要帮她去讨个公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好人，终有一天会横死街头，也想象过这般凄美的一幕，但对方应该是穿着皮衣纹龙画虎的精神小妹，或者是踩着高跟的顽妇御姐。还他妈没死透！见鬼了，他似乎不是在求救或怒骂，而是在心疼同样快被打死的我。刚才那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好像钻进我手里了，绝对不是错觉。三爷，我来收拾。居然抗住了家法！这老东西明显不满意，整整100鞭，居然没能把我活活抽死。可惜家有家法，话已经放出去了。命真硬啊！退，把人拖进去，明天还有一场。你说说你何苦多管闲事？这帮人挣来的银两，何曾分过你半分好处？就算那老太婆凄惨，又与你有什么干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当初把你捡回来，就是这般濒死模样。既分不到钱财，还得任由旁人欺凌。谁让你太过心软善良？善良也是，没人说我品性恶劣。好好听话做事，若不能彻底入伙，你一辈子都拿不到酬劳，没钱请郎中疗伤，你当真不想活了？钱财吗？善有善财，恶有恶钱。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杀反命一条，赏恶钱一文。恶钱入仙体，引祸人世间。白狼雾气彻底取代了心脏，这便是原身无心却能存活的缘由。身躯被这奇异玉影寄身存虚，但凡出手夺人性命，便可得这阴手恶钱。此前白雾只是被动威胁生机，如今竟能主动调动。这仙道技法消耗的竟是自身生机寿元，以现在这孱弱身躯，连正常行动都费力，
贸然动用只会死，必须摸清恢复的极限才能规划行动。好像别想了，没你的份儿。他们吃过酒肉就要动手了，老妪家还有孤儿寡母，他们绝不会给妇人报官申冤的机会。这黑水城俨然是一座无路可逃的困兽牢笼，饥肠辘辘。这帮亡命徒倒是不错的猎物。斩草除根，今夜就拿你们的命来赚恶钱。相较于前世体魄，这身子略显羸弱，在雾气持续修复下，气力已然恢复至巅峰状态。主动调动雾气还能加持战力，应对眼下局面足够。你疯了！这是假扮仙神的行头，你身上还带着血污，贸然穿上，刘三爷看见定不饶你。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收了酬劳，自然要把事情办妥。啊！是谁？谁准你出来的？呸！酒水寻常的很，这肉好吃吗？味道不错，怎么了？好吃就多吃点儿。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软弱愚善的少年，收了钱办事，他收了谁的酬劳，又要去了结何事？前世刚打拼出的地位，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到了这儿，刚才动手，多少带点泄愤。这雾气就是我的命，仙法烧命定有恢复之法，多赚恶钱，定能换来更多仙法。刘三爷对我动了杀意，相比束手待毙，我更习惯先下手为强。老妪能在西城安家，绝非戏班子能惹得起的。南郊的黑泥脚印，他们进去了。还得是钱财养人啊！三爷，大的迈进青柳街，小的送去白虎堂炼药。你们，嘘，我喜欢和机灵人打交道。在我们武夫面前，求死都是奢望。老实点，还能少吃苦头。三爷，我们帮您看着门。酒意一上来，真憋不住了。别磨叽，一起上。若是个黄花闺女，自然不能碰，免得影响价钱。既然是个寡妇，图个爽快也无妨。滚开！叫得再大声也没用，左邻右舍死寂一片，根本没人会来救我。还有人，林妮深信不出手，是在等这三人扑在我身上忘我的最佳时机。好歹能保住小的，就当是我欠这一家人，尽力补偿了吧。我来做这只幼蝉。朋友，好看吗？还以为惹来了官差修士，原来是你这下贱物色，捡条命还敢跑出来，今天绝不能留你活口！你他妈怎么跑出来的？王旭呢？怎么是他？他也不过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拿什么救我们娘俩？不能再搭上他一条命！你害死了我婆婆，现在还要更害死我们娘俩吗？快逃！挨了100鞭，哥哥下午竟像没事人，这小子不对劲，
少装哑巴！我问你，王旭在哪儿？他呀，我带你去找他。这位置，马老大的视线刚好被他弟弟挡死。这家伙宛如所命恶鬼，分明就是个刀剑舔血的惯犯。手感不对，这一刀竟只划开个豁口，没割下脑袋。好，这病样子竟能撞开老二！每次碰撞都在消耗武器，全靠他撑着脚力，但也到极限了。他一直没动，就是在等现在。李叔潜力已尽，把后背全露给刘三爷了。当心！你藏得真好，连我都被唬过去了。可惜性子还是缺磨练，怪不得能扛过家法。原来是个练家子，连吃猪食挨打都能忍，竟为几个毫不相干的人暴露破绽。仰望了一辈子的仙法，头吞看见，竟是在我殒命的时候。你很会吐吗？欠债两清，刘老三比马家兄弟强得多，我体能不如他，只能倚仗着仙法，机会只有一次，一旦暴露绝无近身可能。所幸前世的刀剑本能还没丢，刚才还生龙活虎的三爷，一个照样就没了。你完了，你惹大麻烦了！闭嘴！林爷，您别听他胡说，没有大麻烦，只是我们确实跟黑水帮有些关系。什么关系？他以肉掌碎刀的手段，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这当初还敢威胁他，跟找死没分别。三爷，刘老三当初接手这个戏班子的时候，心心念念的就是攒足了钱，上供给绞胡堂这棵大树，希望能拜入堂口。这些年咱们交了不少银子，只待这笔买卖办成，大约就够了。只要能搭上黑水帮的线，便能在城里横着走。不管带着我们投诚的是刘老三还是林叔，都一样。绞胡帮前身在戏班子里没地位，对这些事知之甚少。黑水帮有4大堂口，以狐狸、凶狼、白虎、陈龙为名。绞胡堂专门负责替黑水帮搜刮钱财，精通诈术。除此之外，也做些犯人的买卖，往窑子里卖姑娘。是急，替白虎堂送婴儿，这事儿连官府都管不过来。在黑水城，不靠官府，就得帮黑水帮。我得用绞胡堂的凶名压住他这杀心。知道了。刘三爷的刀在他手里跟泥巴捏的没区别，哪里还有我们反抗的份儿？能保住命已是祖上积德。行吧，去把尸体清理了。是，这就去。有了之前的经验，知道这些武夫皮糙肉厚，这回我刻意调动雾气灌注双臂，确保一击毙命。他之前冷眼旁观根本不是没把握，他分明能轻易杀人，却偏要等最后关头出手，简直像某种怪癖。音乐爪术强归强，消耗也是实打实的恐怖。刚才那一击就损失了近2成雾气，算上维持生命所需，最多也就再用个4次，能省则省。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若有什么用得上我的，您尽管吩咐。这目光没了之前的猥琐，却极具侵略性。可不知为何，我居然从这审视中感到了几分坦荡。大人，去烧水，我要泡个澡，你来搓背。突然穿越，加上暴起连杀4人，心里有些疲惫，对周遭失去掌控感的压力急需释放。既然他说了尽管吩咐，有个漂亮姑娘帮忙按按背，倒是可以缓解不少。他刚杀来人脸上的血都没干，又得罪了黑水帮，居然还有心想别的事情，这心脏未免太大了些。孩子还在，那算了，去烧水吧。差点忘了，这是古代的良家小寡妇，不是前世的按摩师。就算是单纯搓个背，估计也涉及很多麻烦的规矩。
没了，提得坦荡，走得干脆，这到底是个什么人？这条件未免太差了，怪不得他表情古怪。吃食也只有几块冷馍和咸菜，不过所幸我也未必能活多久，倒不用吃太多苦。玩笑归玩笑，我对这只陌生地界还是挺感兴趣的。杀人确实得讹钱，可每个人的钱却不一样。刚才的提示里只有最后一条有变化。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杀凡命一条，赏恶钱2文。王旭和马氏兄弟各执1文，刘老三要贵些，值2文，总共5枚铜板，看着有点少，但这恶钱1文就能碾压刘老三数十年的苦练。现在就看着半世仙吞了恶钱，来吧！持恶钱5枚，邪仙未成，术法有变。炼器6品，辉月爪术小成。辉月爪术变得完整了许多，威力更甚从前。这股造诣正是源于这仙法的变化。原来这仙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惜没能演变出和雾气相关的法诀。或许是恶钱还不够多。生死自有天定，阎罗手中夺命，救凡命1条，赐善功1文。救人也有，明明救了一对孤儿寡母，怎么被克扣了1文？看似救了2人，但会死的只有被送去当药引的婴孩。至于寡妇，刘老三为了钱可舍不得杀他。坐，尝尝这个。还挺挑事。提示说邪仙未成，看来这狗崽子消化不了善钱。如果是这样，那我以后得想办法重新养一条什么仙了。大人，浑身的雾气不仅能用来施展仙法，还让我的感知敏锐了许多。这小寡妇一整夜都没回屋去照顾那个受惊的孩子，反而留在外面处理尸体和血迹。有事进来说。什么事？就凭他昨夜转身时的洒脱，应该不会再提那羞人的话题。果然，他的眼神极为正常，现在反倒是我不敢跟他对视了。大人，院里的尸首，晚上的时候那些人或许不会管闲事，现在天亮了，他们的门房应该已经去报官了。虽说他是为了救我才杀人，但这帮官差最擅长刁难人，没油水都要硬挤出油来。没事，我跟官差打交道的经验可不少，更别提这次还是我占了理。真正让我头疼的是另一件事。黑水城虽然混乱，但至少有官府和黑水帮2大势力维持着秩序。我想要演化新的仙法，就需要大量恶钱，杀人就必须有背景。可是以我这戏班子出身，想靠上官府希望渺茫。听大马说，刘老三给黑水帮上供路了多年，既然我俩都是戏班的，凭什么我不能继承他的人脉？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搭上绞湖塘这条线。我陪您去跟他们解释。这门房夜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白天急匆匆报官，根本不是担心出事，纯粹是想来八卦这寡妇家里发生了什么。臭婊子！要不了多久，街坊们就会多出一条关于这寡妇偷汉子的新谈词。看你妈呢，再看眼珠给你挖下来。我的道德底线很低，从不吃哑巴亏，睡了就是睡了，没睡就是没睡，容不得你乱嚼舌根。放肆！我下手极有分寸，这老头要是能被验出个轻伤，都算我手艺不到家。这两差役看着我老实站这儿，
估计有力也没出事。哟，大清晨就有热闹看。两位官爷，莫要激动，这是家务事，我们自己来处理，就不劳二位费心。你们这群蠢狼，管好自己的崽子！官爷火气真大，慢走不送。他们关上门，办的是黑水帮的家务事。这两人是黑水帮4大堂子里的凶狼。光绪死后，戏班剩下的人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跑去通知黑水帮也在我意料之中。只是这来得可真快，唯一没想到的是，这黑水帮众竟然敢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压制住官差，连刀都敢给人按回去，真有意思。严姐，是仙法，某种爪术，单论法术不会超过炼器7品，手段还行，应该是一击毙命，没有过多纠缠。我太了解这些灰黑地带人物的思考方式了。面对官差还要准备说辞，但碰上黑水帮的人就简单多了。戏班子根本没入帮，不会牵扯帮派脸面，只要我证明我的价值高于刘三，我甚至都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杀人。果不其然，这白衣青年连问都不问一句。这女人身上有一抹极其危险的气息，在雾气感知加持下，我能断定，这绝对不是靠耍点小花招就能弥补的实力差距。不愿让人碰。我能碰你吗？为了接受刘老三花钱搭上的这条线，我很乐意向他们展示我的价值，但这绝不包括让他探查我胸膛里这只与我性命息息相关的白狼虚影。不能。从他右掌有力的攥握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态度。他虽然没说话，但我能从这玩世不恭的眼神中觉察出一股随时可以为之殊死一搏的凶狠。这与我来招揽人手的目的相悖，那就算了。叫我白风就行，以后都是自己人。严姐，怎么样？他没有修习过内法，仅是沾染了仙家的气息，灵力散尽则亡。这样啊，那就只能当头狐狸了。黑水帮4大堂口，不管是先天武夫还是内法修士，只要修为有成，就能得赐狼名，蜕变成真正的凶狼。像他这种阴差阳错触及仙家遗物，却只悟出3招2哨的膘子，一旦灵力耗尽，就会泯然众神。不过这种人勉强也能用一段时日。行吧，正好青柳巷有个空缺，晚些我安排人引你过去。以后遇到什么麻烦就找严姐，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城里死了3个人，对黑水帮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大事，一句话就能解决，官府都管不了。这2人从头到尾甚至都没问过我的名字，也却从未征询过我的意见。他刚才居然敢攥住一头凶狼的手腕，更离奇的是，那头母狼居然没有发怒，反而选择了让步。去帮我拿件干净衣裳。不愧是有仙的地方，但从外表压根儿看不出一个人的深浅。那个姓严的女人并不是没能力强行探查，而是看穿了我的底细，知道我体内的雾气不可弥补。如果她刚才再发力下去把我消耗干净了，只会让黑水帮白白损失一个打手而已。哼，至少是有了个身份。凭刚才诧异的态度就知道，披上黑水帮这层皮，我以后的操作空间要大得多。不过刘三死前说要把这寡妇卖到青柳巷，这好像是个窑子，让我去那儿岂不是当龟公？不对，我干的是打手，称作保安经理更合适些。
大人，恩公虽然言行古怪，但并非坏人，本不该和黑水帮扯上关系。可对普通百姓来说，绞胡唐是高攀不起的存在，见了也得乖乖喊句胡爷。他这是高升了，我本该恭喜，怎么能扫兴呢？正好趁着时间，好好熟悉一下脑海中的仙法。你没死，手还在，腿也还在。刚才连凶狼的触碰都被他拒绝，何况是个老乞丐？他居然安静坐着没有生气。你跑到这里来干嘛？王旭死了，他们要去禀告黑水帮，我怕丢命，只能先溜出来。出来以后不知道去哪儿，想着相识一场，总要来替你收个全尸。按惯例，南郊的破落户要是死在西城无人认领，大都破尸荒野。这老瘸子没别的地方去，能想到的也就是来给我收尸了。我谢谢你啊，盼我点好。刘三和马氏兄弟都死了，我在隔壁街坊听到的传闻是真的，黑水帮又新收了一位胡爷。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您忙您的，我先回去了。在戏班子苦熬这么多年，我早就明白了这黑水城森严的阶级。我哪敢奢望别的东西？胡爷，小六子来引您过去交接。你想好去哪儿了？啊，还没有。那走呗。这是要带上我一起？叫青柳巷，实则只是个处在交界处的欢愉之地。胡爷，走这边。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带上我，在这儿我浑身都不自在。下午姑娘们都在休息，晚上才热闹。咱家算青柳巷数一数二的楼子，生意进项不错。至于具体多少，狼爷会跟您交接。狼爷？这位狼爷姓田，原本是右狼，最近神功大成，突破至炼气中期，得了帮里赐名，高升到别处去了。我这辈子没指望进别的堂口，绞胡堂是唯一希望，必须攀上这位新胡爷。知道了。我算清楚之前那两头狼为何看轻我了，无非是因为我没有内法，没法正经踏入修行。对旁人来说，没内法只能混口饭吃，但对我而言，内法或许就是补充雾气的诀窍，事关性命。我必须借机多接触这些修士。到了，您里边请。这淡淡的酸臭味加上呼噜声，实在让人提不起什么心思。新官上任需要威严，绝不能因为我让这些姑娘看清了他。到了，进来吧。把门关上。闲话少说，按帮里的规矩，每个月抽这楼子2成的水，你应该知道。但那是帮里的规矩，田爷我是抽6成的，等爷离开以后，你照旧替我抽6成。危险感再次袭来，但这胖子比姓严的女人差远了。我隐隐有种想动手挑战的兴奋感。照这上面的地方，每个月给田爷送5成过来，剩下1成赏你。若敢拖延走漏风声，嘿嘿，听明白了就点点头。差不多听明白了。
现在调走舍不得金库，急着找条懂事的看门狗替他收钱呢。这里是你的钱画子。哼哼，明白就好。以后不是了，2成俸禄还要担风险替你搜刮，许诺点内法好处我还能考虑，摆这副收狗的架势，想靠3言2语就从我兜里掏走银子，真拿你林业当青瓜蛋子了。见狐狸缺脚打，真以为这钱好拿？没了田野我做靠山，凭你一人也想护这群花魁平安？哼哼，放心，你会给我送来的。就算你求爷爷告奶奶，最后还是得乖巧送上抽水，这就是凶狼的底气。我想争气点给他长脸，可那胖子光是离开时阴散的气息，就压得我快窒息了。刚来就得罪死田爷，他到底是参天大树还是带毒藤蔓？惹怒了田爷，仅凭这位年轻的狐狸，真能扛住以后的风波吗？这小楼名字俗，但也是挂了牌坊的窑子，担得起数1数2。胡爷，我姓林。林爷，咱家总共17、18个姑娘，少的70、80文，多的200、300文，还有个刚来的黄花大闺女，守街作价3两银子，必须把流水交替说清，免得她抽水时误会我们藏钱。我满脑子都是刚才暴怒的那胖子。林叔好不容易有了大好前程，偏撞上这鬼东西，全毁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对钱没兴趣，我需要的是黑水帮这层皮，这里只是跳板，没想留太久。拿点吃的过来。好嘞。刚才看姑娘还能目不斜视，但这香甜吃食，饿了1天1夜，真忍不住了。狐狸靠的是财力人脉叫打手，这位林爷穿的穷酸，还带个饿死鬼，又得罪了田爷，凭他怎么镇得住场子？我什么我？吃你的东西。别想没用的，这行当又不靠打肿脸充胖子。黑水帮的名头能震慑大半宵宵，剩下的硬茬子岂会因为你穿得好就退缩？林爷吃好了，时候还早，我给您安排几个最俏的姑娘，咱洗洗风尘。不用了，您信我，保准给您安排的。我说不用了。那林爷您歇着，我先去忙了。闺女们都起来收拾收拾，准备接客。以我这毒辣眼光，一眼就免在分辨出哪些人身上能掏出更多银子。那种阔绰少爷轻易绝对不会踏足我们这污秽地方。快拿门扇来，先关门。花姐不欢迎本少爷。怎么可能？张少爷说笑了。这还差不多。还是老规矩，你来安排。这银子就算最贵的花魁接客4、5次也挣不到，但没人敢要。这事儿该交黑水帮处理，可这新狐爷又惹了田爷，只能认栽。求你，我不挣这个银子。来后面抓交。好闺女，如果住出了意外，银子我1分不抽，都给你送家里去。去吧。我不要上去，已经死了2个人
张慈是鸿运武馆的少东家，在巷子里弄死了不少人，都是靠着家里给压了下来。怪不得会来这青柳巷，显然名声太臭，被城里的亲姑拒之门外了。别怕，乖，走，给少爷上楼。人可以上去，东西放下。这人谁？这是黑水帮新来的胡爷。田叔都允许的事情，你不准。麻烦胡爷认清自己的实力。你要不是个傻子，听到田叔这2个字就该乖乖滚开。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你耳聋吗？我说，东西放下。你他妈是不是没脑子？黑水帮再势大，你也不过是头臭狐狸。我们鸿运武馆本身就是不少搅胡堂成员的人脉，你平时吓唬老百姓还成，唬到本少爷头上了，你他！打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爷，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器。我都还没看清他的动作，只感觉巨力袭来，几乎压塌我的颧骨，满脸都是剧痛，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现在能听懂人话了吗？我最享受的就是这群花魁恐惧却无处可逃的样子，但现在我居然成了他们看戏的对象。能听懂？门在那边。我身为武馆少东家，岂会向你低头？给我死来！别怕，深呼吸，很快就好。我以前只看过他杀人的背影，如今近在咫尺，才彻底体验到他身上那股凶杀的气息。金贵多谢林爷救命之恩。无论别人怎么想，我是因为这位胡爷才捡回的性命。没必要，忙去吧。同样是倦怠的姿态，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比不上张慈给黑水帮的孝敬，死就死了，连田野都不会管。但这位胡爷是真会出手管我们死活的。都别愣着了，快忙起来！人已经死了，现在喜鹊窝唯一能倚仗的只剩这头狐狸了。我得下点狠货拴住他，那可是整整3两银子啊！我心都在滴血。嘿嘿，林爷好功夫，就是这满身的血，要不要洗洗？我让柳芽去伺候您，放心，她是唱戏的花魁，保证干净，一点儿都不脏。真的？不用了，帮我准备个干净房间，还有去把我这玉佩换成银子，天亮了给我。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杀凡命一条，赏恶钱2文。生死自有天定，阎罗手中夺命，救凡命一条，赐善功1文。终于又有东西去喂那狗崽子了。张慈这种富家子太稚嫩，欺负个生瓜蛋子没什么可骄傲的。不过刚才那小子的铁刺竟然爆发出了剑鸣，真让他使出那招，我就只能被迫耗费武器了。张慈管那胖子叫田叔，说明鸿运武馆实力不俗。我引诱他先动杀手，就是为了站住自卫的理。他们若敢中报复，恰巧就是我挣恶钱的好机会。到个脖子都嫌费劲的玩意儿，派不上用场了。我不信面相，
但这具没了心脏的身体，从头到脚都透着让我不喜的虚弱感，简直像催命丧钟。既然不知道怎么补全心脏，最起码得先找到恢复雾气的法子。起来吃饭了。十恶钱两枚，邪仙不成，术法有变。炼器6品，优越猎骨手，小成。还是6品，但杀伐意味浓郁了不止一筹，就像顿然开了封。2枚恶钱就能带来这么大提升，这买卖值了。可光有招式，使不了几次能管什么用？这狗崽子忒小气，住我身上不交房租，真就吃一份钱吐一点好处。我最急缺的是内法，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上宫也得想个办法花出去才行。进来。林爷，您的那块玉佩，我是亲眼看他从尸体上拽这块玉的。张次尸体还在外面，谁敢拿他的玉佩跑出去换钱啊？换好了。啊，这玉佩少说也得10来两，但咱楼子流水不多，田爷刚走，柜上就剩这7两3钱了。就这些了，出去吧。我也懂这其中的门道，他们不敢拿出去典当。7两就7两吧。南郊壮劳力半年才能挣到这数，但这钱拿着烫手。且不说要有宰了张少爷的实力，这后续的麻烦可远没结束。鸿运武馆开在西城，门徒众多，张馆主更是内进外放的大武师，据说能和仙师掰手腕，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林叔再猛，也不可能和一个能跟仙师掰腕子的馆主相提并论啊！我心里有数，之前只有他愿意出面把我拖回柴房，我自然愿意带他同干。没想到这瘸子知道的事情还挺多。你知道城里的仙师是怎么当上仙师的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啊！众所周知？难道这里的修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并非什么高大上的事情？都说有仙，但谁也没见过。但有些人祖坟冒青烟，偶然接触到跟仙人有关系的宝贝，哪怕只领悟出一招半隙，他最近的表现简直像极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人。这种宝贝很多吗？不多，但寻常老百姓运气好也能碰到。只是要专门去找的话，那可就不是靠钱能解决的事情了。而且大部分人就算悟出了仙法，待到身上的仙元用尽了，这辈子也别想再使出来一次。瘸子口中的仙元，大概率就是我身上的雾气，严谨称它为灵力。这哪像正宗的修行路子？合着大部分人都是撞运气的野狐禅了。那些悟出仙法的人，难道没有将其传下来？哪有那么容易？顿悟会消耗掉仙家宝贝上的灵光，使它变成普通物件。如果没有亲身感受过仙人的气息，又怎么可能学会他的仙法？这些问题，估计每个在黑水城长大的老百姓都琢磨过。毕竟谁不想当高高在上的修士呢？事情比想象的复杂。这般珍惜的宝物，就算有留存，也不是一个底层狐狸能拿到的。至于碰运气，看来得尽快打出点名堂了。唯有站得更高，才有接触到那些东西的机会。行了，你帮我看着点这里，有事情就派人来叫我。他完全不担心鸿运武馆的报复，看上去反而更在意这些虚无缥缈的传闻。去哪儿叫你？那小寡妇家里。夜深了，姚姐们也准备休息了。这窑子里的氛围我实在不喜欢，更别提住进来。白毛大堂还在她家，取回来也能卖点银子。如今手头不宽裕，
该省得省。林爷，辛苦了。爷辛苦，您慢走。幸亏外面没人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爷可没辛苦，爷什么都没干。站住！差爷，有事儿？这身衣裳我在差爷身上见过，唯一区别是他衣襟上绣了条紫胶，应该是官职更高的意思。少跟我装傻！我已经查过他了，是黑水帮调来的狐狸。我虽然任职不久，但早就学会了怎么跟这群狐狸打交道。青柳巷归本邑看管，既然人是你杀的，那便跟我走一遭。这件绣着紫胶的官服就是实力的宣告。只要我拔出刀来，这帮狐狸就会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乖乖收起那套油嘴滑舌的姿态。不错的刀，就是有些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我楼子里被玩弄致死的2个妖姬，没机会看见官爷的宝刀。张慈的臭名声又不是1天2天了，我当然知道他在讽刺什么。我当时欲要捕他，是同僚奉令而来，将其带走。后来是喜鹊窝的人过来解释，说是家务事，我根本没必要跟一头狐狸解释。可在这目光注视下，我莫名心虚。我当然知道那些姑娘是被迫的，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根本没法改变什么。既然当初是家务事，那现在也是家务事。鸿运武馆绝不会就此罢休，你乖乖跟我回去受审，还有一丝保全性命的机会。那就不劳官爷费心了。这老狐狸，他看上去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一看就是在黑水帮混迹多年的老手，居然能在气势上全程压着我。经验再老道，在杀子之仇面前能有什么用？武馆里那帮莽汉可不会耍嘴皮子，到时候还不是得靠我来控制局面。狗畜生，好死！我让你偷汉子，还敢打老子！这寡妇家里没男人，没人替她出头，街坊间的报复闹不出人命，但我天天来泼几次，保准恶心死她，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她逼走。侯爷，我鬼迷心窍，您饶命！邻里间都传开了，这寡妇的奸夫是黑水帮的人，连杀3条人命都没被抓，我惹了祸阎王了。多谢林大人，您快请进。相比胡爷，我倒更喜欢这小寡妇叫我大人，听起来像洗白了似的。这件大账我已经擦干净了，就等您回来取。我身上这件也要洗，再帮我准备一套干净的。好。他好像从来不在意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不客气，他不反驳，这气氛古怪的融洽，根本不像是刚认识的。对了，再准备点好肉，我睡醒了吃。兜里有钱，说话就是硬气。这座城就像它的名字黑水一样，汹涌且迅速地污秽着所有人。虽然早有预料，但没想到恩公适应黑水帮身份适应得这么快，仅用了1个晚上，就彻底融入了狐狸群里。您快休息吧，我去准备。去吧。或许宣言出泥泞的人越渴望干净。我向来工作生活分明，柴院虽破，床板也个人，但躺这儿有种踏实感。睡前再过遍仙法，这是我面对那些修士武将唯一的防身手段。怎么回事？我已经感受到了月轮的锋芒，但差了点水到渠成的通畅感，有一抹格格不入的气息，始终在影响着仙法的运转。什么东西？
半世仙，仙体未凝。刚才还跟老杨讨论仙家遗宝，这就莫名其妙撞上了。只是捕捉到的这点灵光，还不足以让这仙家显形。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这屋子家徒四壁，一眼就能看全，上面压根没有刚才的气息。那些气息散乱地飘荡在整个院子里，根本没有重心可谈。如果真有仙家遗宝，那就只能是这个破柴院本身。谁说没张嘴就不能喂了？十善功两文，仙体未成。鸡翅膀成仙，我都有点饿了。不过这俩善功有了用处，不用把希望全寄托在那条狗崽子身上。两位仙家一起喂，吐出内法的概率大得多。反正这破院子跑不了，不急。吃食买回来了吗？都给您放桌上了，还有别的衣裳就放在旁边凳子上。你这院子卖不卖？我没资格卖这院子，但林大人救了我们，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刘三死那晚，我就觉得他行事古怪，加上院子里的仙人气息，很难不让人多想。罢了，只要不影响我获取清气，其他的关我屁事。行吧，剩下这些钱就当交租了。不说仙家气息耗了太多时间，过去一个晚上，鸿运武馆差不多也该有动作了。既然林爷敢杀张慈，他背后肯定有硬关系，能把这事儿平下去。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小六子，给杨爷沏杯茶，再把门打开，准备迎客了。我自己来就行。杨爷，这称呼太陌生了，要不是林叔，我这烂瘸子连吃饭都困难。这不对劲儿啊！就算生意时好时坏，我们这儿可是数一数二的楼子。什么情况？鸿运武馆的人堵门了，那黑灵捕快怎么也跟他们站在一起？杨爷，旁人觉得林叔勇猛，以为我也有些本事，只有我清楚我是个什么烂瘸子。好，既然他交代我有事找他，哪怕巷口被堵死，我拼了老命也得把信儿送出去。杨爷，我陪您一起去。昨晚我明知要死都不敢反抗，但他救了我的命，我不怕了。要不是这捕快莫名其妙站在这儿，我们早趁着入夜冲进去，打断那头狐狸的手脚，拖回武馆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们毒死在这儿，那狐狸连老窝都看不住。传出去以后，也别在黑水帮混了，他迟早得现身。一个瘸子，一个花魁，我练过武，太清楚这人有多强悍。光看他走来的功底，10个刘老三加起来都不是他对手。爷，我年纪大，身子又残，实在玩不了多久。您玩您的，让这小娘们送我回去吧。话太假，笑的也是真臭。他笑得很丑吗？要不你笑一个给他瞧瞧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头狐狸，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敢这么嚣张。旁边虽然站了个捕快，难道还能日夜不休地护着你不成？哼，你最好老老实实。
我让你笑一个给他看。放肆！都给我住手！昨夜这老狐狸给我压力太大，刚才他出手的刹那，我居然还在怀疑他又耍什么花招，结果这群武夫竟敢当我的面动武。修子交的捕快对付的都是黑水帮凶狼和成名强者，他要么是大武师，要么就是炼气修士，惹不起。他总有不在的时候，我们走。确实，捕快总有不在的时候，到时候你们就全得死。那群武夫以为我是来给这老狐狸撑场子的，又被耍了。我在这守一夜是怕武馆闹大，狐狸确实该抓，但他杀了张慈这畜生，罪不至死。我故意出言讽刺，这小捕快居然还要来趟浑水。也对，刚穿上这身黑衣，心里总有点固执的坚持。别多想，我可不是来护着你的，我有公差在身，不可能日夜不休的守这儿。张馆主膝下仅有一子，势必要取你性命。别怪本意没给你机会，现在跟我回衙门还来得及。生死攸关，这老狐狸怎么莫名的淡定？多谢差爷好意，免了吧。为什么？进衙门就算死，也比落到武馆手里强。他为什么不躲，偏要回青柳巷刺激这群莽民？如果武馆抓不到我，就会算了。怎么可能？张慈死在喜鹊窝，抓不到他，武馆绝不会放过无辜的人。不会。那不就得了？人家赚钱给我花，我把事情惹完，拍拍屁股溜了。这事儿太下贱，我可丢不起这人。他言辞粗鄙，却让人心颤。昨夜分明因我而起，他这是在替我们扛命。想破脑袋都猜不到是这理由，这还是那些阴险的焦枯堂吗？竟为了脸面拿命置气。随你吧。按规矩，我不该管这安杂事。这姓林的确实和别的狐狸不同，希望武馆报复时他别后悔。没事吧？没事。他当着官爷面把人家颧骨砸碎了，看差爷的意思，根本压不下武馆的报复。没事就行。带他出来是同甘的，不是找挡箭牌。没赚到恶钱不亏，我全靠雾气压制武夫。真要拼命，必须用仙法，可生品后消耗恐怖，抽干我也用不了2次，必须留着雾气，等一条这使得杀的大鱼才划算。林爷，不愧是胡言，人脉里居然还有衙门捕快，这下有救了。武馆的事没解决，咱不回柴院，免得连累寡妇。敢杀我独子，我必逐一斩断你的退路。师傅，银子都送到了。刘捕头说给我们半天时间。师傅，我怎么没逮住那狐狸？交虎堂向来谨慎，我们走正道，不能向亡命徒蛮干，得先打点好衙门，恭贺田兄高升。哼，好前平辈论交，现在我突破炼气期掌管大阶，咱们早不在一个层次了。他态度轻慢我也得忍，要杀截虎堂的人绕不开黑水帮。看你急的，放心，只要银子到位，咱家侄儿不能白死。正愁怎么教训这贱狐狸，他自己惹出杀身之祸，干脆多送点消息。我打听过了，他只是南郊戏团内讧跑来的，看在戏团上供的份上，随便收他做个狐狸。哼哼，这种下贱坯子，只要我放话，别说衙门给你半天，我也给得起，保准没人找武馆麻烦。唉，哼哼哼。本以为他迟早明白和凶狼的差距，看来他活不到那天了。